来的电报，南京光复了。啊，光复了？什么光复了？是真的吗？是真的，南京光复了。南京光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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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听见了吗？我听见了，光复了！听见了，消息不断的。我已经降旨，授你为太保，位列三公。你呀，可要记住我的好，将来不要让我们母子吃大亏就是了。太好。冯将军，既然全力以赴，为何还在汉口徘徊不去？那你怎么不回北京啊？我不回，自有我不回的理由。我方我也是。由于南京已克，江浙沪也都有援军派来，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都督您亲自主持啊，所以您能回来，我们非常高兴啊。我希望尽快将军政府修缮好。我以为都督府设在那儿还是为好。不错，不错。我们现在正在着手整理了，北方的和谈代表很快就要来，咱们总不能没有一个接待人家的地方吧？他们都出发了。不错，唐绍仪是首席谈判代表。好，那就好，那就好。哟，李大都督终于肯回来了。当然，我早就想回来了。张部长匆匆而来，所谓何事啊？我刚从汉口回来，各地代表会议接到了上海的一封电报，说在沪各地代表进行表决，共同推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黎大都督为副元帅，并且建议把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不行，绝对不行！黄兴岂能排在首义之地、大都督之上呢？不错。再说，留在上海的代表不过是起一个联络的作用，如何越过身在湖北的代表进行选举了呢？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对，我们反对。反对。革命不分地域，我们不能用狭隘的地方思想来代替国家利益。我认为，即使我们不同意这个决定，也可以让在沪代表重新审议，而不能带有一些地方色彩的成分。我谢说的有道理。革命不分前后，革命也不能分地域。我看这样吧，再给上海发电通电全国，跟他们说他们这次决议我们坚决反对。对呀，把他们这个决议通过在鄂代表重新审议，如果能通过，我们必须遵照执行；如果不能通过，我们就不执行。如何？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办。好，走啊！好。臣自接手摄政王以来，宵衣干食，费尽心机，励精图治。然终因才智困乏，见识短漏，回天乏力，致使国家战乱四起，一颓至此。今臣以重罪之身，恳请太后恩准，辞卸监国之重任，
回归藩邸，面壁思过，了此余生。走吧。载沣辞官后一直隐居于醇亲王府，不再参与任何政事。1951年2月3日，在北京病逝。好，王爷，王爷，五爷他辞了摄政王，以醇亲王之爵位归藩了。太后啊，准了，一旨都下了，同时着授世序，徐世昌太保衔了。最后一棵大树也倒了。王爷，这回咱们可是彻底完了。您说，咱们跟老五斗来斗去的，这有什么好处啊？如今就剩下袁世凯一个人在那儿折腾，合着咱们自家人斗盹儿、斗气，互相拆台，这便宜都让人外人占了。您说我这不混蛋吗？不是？你赶紧回家准备准备吧，咱们也得给自己留条活路吧。天哪，难道是天意吗？拿同，满洲镶黄旗军机大臣，1925年在北京病逝。回来心里高兴啊！摄政王退位，说明我们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如今各方面的形势对我等都很有利啊！各省代表已经通电上海，都赞成将临时政府所在地设在南京。南京冲要之地，定在那里也算合情合理。现在首要的两件事，
一是赶紧发电催上海的代表速来武汉，商议和谈事宜；另外也要做好接待朝廷和谈代表的准备工作。这是头大事啊，万万疏忽不得。大都督说的对，我马上回去办这件事。这么好的地方，怎么不能作为首都呢？招赏！谢谢你，谢谢你啊！来，谢谢啊！这回可好了，他们自己把自己都给罢免了，省得咱们费事儿了。这如今呐，摄政王他也去了，今后咱们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也没人拦着了，是吧？不能胡乱说话啊！国家大事，岂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哦，对，一切要以大局着想啊！这才是大人为人臣之道。是，对，大帅说的对啊！大人，正等着您呢，坐。刚收到英国公使朱尔典转来大英帝国外交大臣格雷的一封电报。说什么？吾等对袁世凯深加敬爱。来，愿此次之革命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外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景，使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好，连杨大人都支持总理大臣啊，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就是来，再喝一杯。大人有2份提电。哟，你看今儿的事还真不少，大家随意啊。第1军总统官冯国璋和第2军总统官段祺瑞分别来电。真是一片大好啊！是吧？是。大帅，怎么了？段祺瑞来电说自己身体不好，辞去一切职务，回家休病。再大一些，看看冯国璋说什么。孝殿静息，前敌事关重要，飞鱼之帅接下妥当，万不敢北上。看来冯将军是不愿意撒手敌军，而知权无法可想，才出此下策呀。这个冯国璋，气死我了！来，马上啊！本来是他自己请的辞，我都给他安排了，他又不去，他在汉口，段祺瑞怎么接第1军的防务啊？算了，不让他去察哈尔了，让他回京当京畿禁卫军总统。顺便告诉他，载沣已经退位了，让他别做梦了。好，我以个人的名义发封电报，好好劝劝他。让我去吧。没想到五爷真的会宣布退位，这也是万不得已之举啊！谁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手中的权利呢？况且他又是当今圣上的父亲，于情于理，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嗨，在京之时，曾听摄政王说过，自从汪精卫等人刺杀以后，他就一直心有余悸，私下里曾经表示过，
这个摄政王没有什么意思，整天的还要担惊受怕，真是不想干了。现在也算如愿以偿了。其实五爷这个人呐，为人仁柔懦弱，根本不适合于掌国。无奈老佛爷为了专权，怕选一个强有力的人监国，对他不利，所以才选上了他。不过老佛爷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死得那么快，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而且留给一个不适合的人，这恐怕，哎呀，也是大清的结束吧。大都督看，这次和谈，我们应该提什么样的条件？袁世凯肯定会紧抓住立宪不放，而南方的那些革命党代表也会紧咬住共和不松口，这是此次谈判最困难的地方啊！我想能不能这样，绕开这些事情，先把停战事情解决了。只要不再打了，形势一定会对我们有利。如果唐绍仪透露出袁世凯愿意共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推荐他来做第一任大总统。原则既然已经定了，那我们就先过江到汉口，跟湖北的代表先交代一下，免得到时候开会弄个措手不及。好，那我们去了。好。大帅，这两天关于孙文回国的消息满天飞啊，过几天就到了。好消息啊！他回来好啊！孙先生乃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先驱啊，由他回来主持大局，对我们有利呀。我的意思呀，如果孙文回来了，袁世凯当了大总统，那孙文就是副总统，那时候您的位置呢？你多虑啦。以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他岂肯愿做人之下呢？这个副总统的位置，他是不会要的。总统官已经下决心要走了。我想了很久，袁卫庭能把京畿禁卫军总统的位置给我，这等于是把他的性命交给了我。像这样的信任，我不能再回绝了。庭权今天来电，也劝我顾全大局，不要因为个人的一时感激而坏了自己的前程。身处乱世，应该以一种清醒的态度从容选择，
万不可逆潮流而动，背势导而行啊！哎，他还说啊，当今之计，回北京就职是最好的选择。叫我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否则进退两难。我冯国璋毕竟没有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本事，还是藏拙的好啊！怎么样？陪我出去走一走？咱们俩相处这么长时间了，离别之际，我有几句心里话要跟你说一说。哎，你这个人呐，绝顶的聪明，又是一个绝对狡猾的人啊。论智谋，你比我冯国璋强太多了。眼光独到，谋略深远，可你却不会有什么远大的前程。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人谋不忠于事，就是你最大的毛病。为鹦鹉楼谋，不能帮他摆脱束缚；为我冯国璋谋，先是三缄其口，后又不愿承担责任，回避旁顾，手鼠两端，这样的谋臣岂能依靠呢？回想起在湖北这些日子风风雨雨，其实你丁正元心里比什么都清楚，却在关键的时候不愿意和我坦诚相待，这说明你没有把我冯国璋当朋友啊。所以作为一个谋臣，你不称职啊。华父兄啊，你应该理解丁某的处境啊。君为北洋三杰之一，我为军资府良弼之臣，多少年来，我们之间存在着太多的隔阂，互相猜忌，彼此防范。面对这天下瞬息万变的形势，我丁某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敌我，所以啊，也只好独善其身了。你头一次称我华父，也是咱俩在一起说话最多的一次。唉，好了，我就要走了。这里再不会发生战乱了。我估计湖北人会记恨我冯国璋，恐怕我是最后一个带着军队在这里肆虐的人。
恐怕你不是最后一个，也许你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而已。冯国璋，北洋三杰之一。1916年暗中联络各省将军，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出任代理大总统，次年期满下台。1919年集资1000万元拟办开元实业公司，同年12月突然发病去世。大都，哎，有庆啊，来，坐，一起吃点。哎，不，大都督，上海伍廷芳来电，他同意做谈判代表，不过上海的事情离不开他，他请求您将朝廷代表唐绍仪等人用专轮送到上海谈判。那怎么行啊？这是全国各省代表会议决定的事情啊，怎么可以随便更改呢？可是英国公使朱尔典先生也同意在上海进行和谈，您看这就不好办了。要不先到领事馆询问一下，如果确有此事，还是应该尊重英国人的意见。那就派人去问一下。好，啊，告辞了。谈判之地改成上海，正和我一样。所以这次你离京赴沪很重要啊。让唐绍仪到上海后立刻联络张謇还有赵凤昌，此二人在革命党里是很有影响的，都可加以利用。张謇我已经去了电报，相信他会处理的。至于赵凤昌一次10万8万的拿钱，也该见个效果了。好，廷臣都记住了。哦，另外冯国璋来电告知，不日他将进京赴任，一切再按照您的预想的进行了。哎呀，说来也叫人苦恼啊。北洋三杰是个个桀骜不驯，这个王世贞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根本就不管你那套。段祺瑞滑得比泥鳅还难抓，要不是因为我，估计他们早就4分5裂了。不错，这都是公保德高望重的体现。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会对您产生敬佩之情啊。如今和谈方面由赵凤昌、张謇出面斡旋，黎元洪也表示了对您的支持，估计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不那么简单呐，革命党人绝不会轻易的支持立宪，可我等要推行共和，朝廷又是个大麻烦呐。况且还有个孙文，听说他正在回国的路上。如今是南北停战，和谈在即，能左右形势者非公保莫属，所以就算他回来，这也未必能起到什么作用。庭权诧异，此人绝非泛泛之辈，绝不是黎元洪、黄兴所能比的。此人的威胁不在他能征善战，打仗本来就不是他的强项。
可此人在党人心目中的威望却不能忽视。如果此人振臂一挥，可能把我等的努力化作乌有啊！所以要提前准备为妙啊！好，那我到上海以后再找汪精卫商议一下。他既是孙文的得力助手，也是他的得意门生，由他出面，相信能起到很大作用的。这还不够，还要多想点方法。要密切注意孙文的真正动向，才能对症下药。这是你到上海的第2个任务。好，还有，必要的时候，你直接回京来见我，不必告诉他们。好，我都记住了。那我走了。好。汉阳失陷以后，我军的军械乃至军火都有所欠缺，加之各省援军纷纷到来，更显紧张。大都督看是否能给江浙沪的大都督们发个电报，请求支援一些军火。请求支援倒没什么，不过求人支援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才最为稳妥。我意与各国领事商议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派人到上海去购买一些军火，这样一来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二来也可以提高我军装备。大家以为如何？这当然是好了，可是您看派谁去比较合适呢？挑选一个好人，关键这个人非常关键。对，选择这好没有能力，不是随便就能选谁就去就行了。我看张部长去就比较合适啊。我能行吗？你怎么不行啊？你是手艺功臣呐，当过兵，留过洋，对枪械有一些认识，完全可以胜任呐。是，选得好，大都督选得好啊，是吧？感谢大都督对我的信任。把工作交代一下，马上走。是。我也去布置一下。哎，大都督，大都督啊！好消息，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可喜可贺，给您道喜了。道喜？何喜之有啊？哎呀，各省代表会议已经重新讨论了上海的决议。黄克强自己打电报请辞大元帅一职，于是各省代表决定公推您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在没有选举总统之前，由大元帅代行总统职责。大都督，您可真是众望所归呀！这是各省代表抬爱咱们首义之地呀！李某何德何能啊？还不是靠弟兄们打出来的名望！这大都督真是太谦虚了，美德呀，美德啊！没错。大都督，各省代表经过跟上海方面商议，决定将会议地点移往南京，成立临时议会，商量一下选举总统的办法和章程。应该如此啊！全国停战已经实现，确实应该成立个临时议会。小青啊，这次你就代表湖北去趟南京如何？我啊，你去我是最放心的。请转告各省代表，袁弘的意思是，如果大元帅不在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可由副元帅
代行其职。那您不去南京就任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武昌是我们的根本呐。所谓根本，就是不得擅离之地。远的不用说，就说镇江都督林书庆的例子吧。他放弃镇江根据地，跑到南京去，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陈其美、程德全摆了一道。现在是落得有家归不得，成天得看着人家的脸色行事，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的手里，那岂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现在最难办的是士兵们的情绪，这才几天不打仗，一个个都放松起来了，好像天下太平了一样。对，我也发现了，好多部队连站岗的人都没有了。昨天我一生气，撤了2个标头，让他们好好反省反省。对岸还有大批的清军虎视眈眈，他们呢，居然跑到城里喝酒去了，真是混账之极啊！哎，这些军官身上还带着过去的不少的恶习，改都改不掉，我烦都烦透了。启明、宇坤，等等我，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消息，孙文先生已经到了香港，马上就要回国了。真的？是吗？据说还带回来大批的军火，还有飞机。这下好了，我倒要看看朝廷那帮走狗怎么对付咱们的飞机。是，我也听说了，我还听说先生从美国带回来几艘军舰云云，不过我觉得这不大可信呢。不大可信？难道你不相信孙先生的能力？那倒不是，我在想，先生从美国去到欧洲，争取各国的支持，绕了这么大一圈，都带着那些武器。如果没带，怎么不见他运回来啊？哎，启明，你这话的意思还是不相信孙先生吗？我可听说了，各省的代表都表态了，只要孙先生带回武器和钱财来，就会推选他做大总统。你这么一说，岂不是要落空了？你这话就不能这么说。先生就算不带钱财和武器回来，我们也应该选他做大总统。凭着孙先生的名望，难道还不值那点武器和钱财吗？你发什么愣啊？选孙先生当总统理所应当，跟带不带武器有什么关系啊？哎，对，还是你们说的对。哎呀，我这一想啊，反倒有点小人之心了啊！和谈的代表已经到了上海，不过据赵凤昌来电称，他们刚一到上海就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在车站一带受到当地乱党的攻击，结果当即就把一些胆小代表都吓跑了。如今只剩下唐绍仪带着魏廷全先生等3、4个人住在了一起，那些王爷派去的代表都不见了踪影。他请大人放心，南方的事情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赵凤昌还真有点名堂啊！哎呀，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啊！另外，唐大人来电称，南方独立各省代表已经齐聚南京，组成了临时议会，准备举行临时大总统的选举。给唐绍仪发报，让他马上找到赵凤昌商议一下，找机会向党人宣布，本人是支持共和的，但是要找个万全之策方可实行。如今是刚刚停战，选举临时大总统似乎操之过急。总之，无论如何要阻止他们选举。是。给魏廷全发报，让他把上海的事情赶紧搞好，马上回北京，这里也需要他，去吧。是。
各省代表会议已经重新讨论了上海的决议。黄克强自己打电报请辞大元帅一职，于是各省代表决定公推您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在没有选举总统之前，由大元帅代行总统职责。大都督，您可真是众望所归呀！我可听说了，各省的代表都表态了，只要孙先生带回武器和钱财来，就会推选他做大总统。你这么一说，请示要落空了。你这话就不能这么说。先生就算不带钱财和武器回来，我们也应该选他做大总统。凭着孙先生的名望，难道还不值那点武器和钱财吗？给唐绍仪发报，让他马上找到赵凤昌商议一下，找机会向党人宣布，本人是支持共和的，但是要找个万全之策方可实行。如今是刚刚停战，选举临时大总统似乎操之过急。总之，无论如何要阻止他们选举。是。哎，我说，这怎么好好的，怎么就要走呢？啊？就是啊，这大风大浪都过来了，马上就要过太平日子了。你们两个呢，要回家去。说，为什么？是啊，就是因为要太平了，所以想回家。再说，我也想娶个媳妇，是吧？哦，娶媳妇啊！告诉大哥，帮你找一个，怎么样？大哥，我金兆龙有手有脚，还有一把子力气，在家乡，我一定能创出一份事业来，那样我活着踏实。你呢？你也想回家娶媳妇儿？是啊，我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有个家了。不是，你们平时也没说起过呀，怎么说走就要走呢？哦，大哥哪儿做的不对了？啊不，你们提出来好吗？大哥改。啊？哎呀，我说实话吧，咱俩就是不想再当这个兵了。对，为什么？说不清楚，也不懂一些大道理。不过，我就是觉得现在的军队不像是真正的革命军。此次赴宁，至关重要的事情是阻止提前大总统的选举，我认为有些操之过急。这是为何？如今和谈未完，孙文尚在香港。如果这时候提前选举，大总统的职位非大都督莫属啊，这不正是好机会吗？姚清糊涂啊！这个大总统是那么好当的吗？把袁世凯惹火了，武昌弹丸之地，有实力挡住北洋军的虎狼之师吗？还有，孙中山回来了，他也不会赞成这样的选举结果呀。如果号召其党人共同反对，这个总统焉能坐稳呢？到那时候，武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威信，岂不是全都丧失了吗？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全力斡旋此事。我也会给南京发电报，让他们暂缓此事。姚清啊，责任重大，万不可掉以轻心呐。明白。保重。孙武，1912年在南京为谋取临时政府陆军次长之职，与黄兴发生矛盾，遂在上海组织民社，公开与南京政府对抗。
后因遭党人群起反对，以失败告终。黎元洪照准其辞职隐退。1926年后闲居北京。1939年病逝。大哥，你说，咱们从工八营冲出来的时候，就几十个人，那时候你想过要什么权利吗？难道你是想要当这个统领才革命的吗？废话，那时候都不知道能不能保住自己这条命，还能想到现在。可你看现在军政府里那些当官的，哪个不想？湖南来的革命军为了2块钱军饷，居然把咱们扔在战场上不管了。杨选清为了娶媳妇儿，连仗都不打了。最可气的就是程炳荣，居然喝醉了酒带着战士们乱跑，连江边都找不着了。这算什么革命军？在汉口的时候，咱们浴血奋战，连性命都不要了。可张景良怎么做的啊？连子弹都不想给，就让兄弟们拿着空枪跟人家拼命，这能不让人心寒吗？大哥，咱不图什么，只想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打仗。如果有一天革命军走到哪里都能让百姓欢迎，能让老百姓舍了性命保护咱，兄弟们之间能够真正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到那时候不用你叫，我和赵龙还回来，还当兵，还跟着你。王爷请。此次回京，本应立即拜见，无奈琐事繁多，一时抽不出身来。前些日子又见报上披露王爷家财产的数目，闹得是满城风雨。世凯官务在身，不好贸然前往，只有等风平浪静以后，再请王爷过府，好当面请罪。如今员工身居高位，自然是要忙一些，不像我们这些人没什么事情可做，只好待在家里。怎么会没有事情做呢？此次我就是请王爷过府来商量大事的。唐绍仪从上海发来电报，南方各独立省坚持共和不变，以至于使和谈陷入了僵局。这次我请王爷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对策呀。竟有此事？难道他们想重新开战？有这个意思。孙中山已经回国了，听说他还带来了大笔的款项，还有大批的武器，听说还有美国侨民们捐献的几架飞机。革命党人现在的气焰又涨起来了。如果真要是打起来，恐对我们是十分不利呀。国库告罄，军款难筹，我是焦头烂额呀。那就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唐绍仪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在京成立国民大会，国体问题交给全体国民讨论。如果大多数人同意立宪，革命党将予以承认；如果大多数人同意共和，那朝廷也必须予以承认。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国民议会已经同意了这个方案，现在就看朝廷的了。可是我想京城里的王爷们未必能同意呀，所以请王爷过府来商量一下，这件事还要王爷您斡旋为好啊。这个事情不好办呐！一旦共和，岂不葬送了祖宗的基业？到时候咱们落到连落脚之地都没有了。
不成。不，议会已经做出决定，要善待王族，绝不容许任何冲突发生。再说，世凯也绝不会允许不利于王爷、皇上和太后的事情出现。这是王爷养老的利钱，一直没时间给您送过去，今天也正好当面交割。奕匡1917年在北京病逝，因其贪赃误国，溥仪坚决不予美事。表哥，你怎么还没回北京呢？北京已经没有属于我的东西了。我想在武昌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回我当初失去的一切。实在啊，一路多小心啊！嘿，到了以后来个电报。就到这儿吧。不谢谢你来送我。以前我对你好多态度不好的地方，原谅我啊。嗨，不要说这些了，都是为了革命，我不会记恨你的。那就好。我这人啊，性子太直，沾火就着。以后我还得多练练城府。我就怕你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再见。好，再见，多保重啊。张振武1912年携巨款在上海购买军械，被传以次充好花天酒地。黎元洪设计将其诓骗到北京，并密谋袁世凯将其抓捕。同年8月，在京被秘密处决。蒋义武
1912年，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1913年回湖南参加2次革命，任鄂豫招抚使，遭袁世凯通缉。同年8月，在广西被捕。黎元洪闻讯，电请袁世凯诉诸，原下令就地枪决。9月，在桂林丽泽门外就医。大哥，好了，别送了，就到这儿吧。郑龙，郑营，郑龙，郑营，不要走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孙文孙先生已经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啊！南京临时议会已经决定在29号提前举行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只要孙先生当选，革命就胜利了。是真的吗？这消息绝对可靠。兄弟啊，咱不走了，好不好？孙先生已经回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是啊，革命成功了，我们一定会建立一支你们希望的部队啊。算了，我们还是走吧。为什么呢？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你们干嘛非要走呢？革命胜利的次数太多了。打下总督府，咱们说革命胜利了，有了大都督，又说革命成功了。后来咱们在刘家庙击退了清军，也说革命成功了。再后来黄将军来了，还是说革命成功了。现在孙先生回来了，革命又成功了。我实在搞不清楚什么样的革命才算真正的成功。就是，大哥，金民，我们回家等你们胜利的消息吧。大哥，我们走了，我们走了。你们说，我们能够建立一支那样的军队吗？什么军队？就像郑营、赵龙说的那样，不图钱，不图利，只为了理想打仗。走到哪儿，老百姓都欢迎；有了危险，老百姓拼了命的去掩护。你们说，能吗？怎么可能呢？自古以来，当兵吃粮，难道你要人家饿着肚子跟你去打仗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是啊，谁会白白的送上自己的一条性命啊？现在的人哪有什么理想可谈？给钱就卖命。好了，
我该走了，给上这地吧。邓玉林，1912年任总统府军事咨议，后返元称帝，护法兴军。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左路军第1路司令。1940年返回故里湖北巴东，后因当地暴动案被错判误杀。说心里话，我真的被他俩说动心了。如果真能有那样的一支军队，我想一定是所向披靡，无往而不利。就算是个梦吧，有梦总比没有梦好啊。好了，我要回参谋部了。你一个人走吧。蔡继民，1913年宋教仁被害，在湖北组织改进团主持反袁，失败后潜伏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1915年奉孙中山之命任湖北讨袁军司令长官。1917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鄂军总司令。1919年在利川被川军方化南杀害。熊秉坤，1913年参加改进团到黎反袁。1914年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后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1926年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1949年任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69年在武昌病逝。大人，恭喜您了！哦不，现在应该叫您副总统了。刚刚得到消息，南京临时议会已经选举完毕，孙文当选大总统，您是全票通过，当选了副总统。不过，我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我觉得您才最应该当大总统。唐绍仪无能，怎么能让他们搞什么选举呢？不是说好了的吗？要等国民大会召开之后吗？这是公开的背叛，无耻！就该让唐绍仪给他们扔几颗炸弹，他们就选不成了。哎，公宝别急啊，事情还有可为。和谈的条款里有一条保证，只要国民大会通过了共和，朝廷能够顺利退位，那临时大总统就要辞职，把位置让给谁呢？哎呀，说什么都没用了。怎么说，第一任总统已经被孙文抢去了。庭传呐，哎，我这几天老在琢磨，他们总是要共和，这共和真的有那么好吗？从制度上讲，这共和确实是个先进的制度。当然，各国国情不同，因此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区分。直接选举就是老百姓选总统，这间接选举就是老百姓选总统。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庭传啊，你说咱们中国什么人最多？农民。
连解决温饱都有困难的农民，你让他们去选总统，他们知道谁是谁呀？啊，到头来还不是谁能胡说八道，谁给的钱多，他们选谁？公保所言极是啊，这民主本来就是富人们玩的游戏，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来讲，恐怕还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嘛，中国还是有个皇帝才好啊！中国人被管了几千年了，习惯了。要是上头真没个人坐着，这谁心里也不踏实。嗨，他们呐，这是盲目的跟着洋人学，岂不知任何事情啊，都要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这时机不对啊，再好的东西它也起不了作用。丁权，你说的很有道理。啊，你先去吧，我要好好想想。哎，那我去了。时机，时机。袁世凯1912年逼迫清帝退位，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1915年12月复辟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在位83天后，因内外交困，被迫宣布撤销帝制，恢复民国。1916年6月，因尿毒症不治，死于北京。后世称其为窃国大盗。大人，哎，你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呀。可惜什么？当选副总统那是意料之中的事，为何可惜？孙文当选大总统那是理所当然的事。论他的名望，我难望其项背。以后共和国体经国民大会确认，袁世凯接替大总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和袁世凯相比，我也没有实力与之抗衡。可是放眼独立各省，谁还能有资格和我争这个副总统呢？不管谁来当这个大总统，我都可以继续做我的副总统。你说，我又何必去争那个大总统呢？这就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人，您现在看的是什么书啊？如今共和了，讲究的是民主。身为副总统，怎么能够对民主没有了解呢？找出几本书看看，我想弄明白这个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您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不光找到了外国的民主是怎么回事，我还找到了中国老祖宗们对民主的解释。哦，咱们老祖宗也讲究民主？正是。你看这本书多方里边的记载，这上面说，乃为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下作民主。民主乃庶民之主宰，人民之主也。我以为这个解释非常之准确，非常之精辟，非常之有道理。
张炳麟先生最近给各省革命党人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说得好极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湖北的革命党也应该好好的整治，好好的收拾了。黎元洪1912年开始大肆捕杀湖北革命党人，1913年帮助袁世凯镇压2次革命，同年被袁世凯诓入北京软禁。1916年袁世凯死后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7年被段祺瑞逼迫离职，1922年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复任大总统，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逼其下野，晚年致力于实业，1928年病逝于天津。熊统领，你也来看小云？是啊，小云是我没有照顾好她，她是个好姑娘。何止小云一个，2个月来，三镇已经可以用血流成河来形容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彭楚范、刘福基、杨洪胜。他们就义的那天，我站在总督府的院子里，流着眼泪听他们喊：“同胞，同胞！我愿以我血我肉换你们今日觉醒，人民，人民！快与我同仇，乡亲，乡亲！20年后，我照样回来革命。”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记得去惦记这些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不知道多少年后，这城市里还会有多少人记得他们？不知道现在的胜利是不是他们想要的胜利？汉口还是一片废墟，汉阳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往日的繁华已经不复存在。什么时候才能让那些逃离家园的人回来安心的过日子呢？其实革命本身就是让人们安居乐业，让他们不再担惊受怕，远离压迫，远离贪官污吏，让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可是这些要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呢？我真希望能早点看到这一切。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降吗？听说您还带回来几架飞机，请问什么时候能运到中国？孙先生，您带回来的大批武器是不是已经运到南京了？啊，你们一个一个的问，我呢一个一个的来回答啊。孙文这次回来，实是分文未带，所带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孙先生，此次回国有何感想？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呐。想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这里还是充满了封建专制的大清朝。今日回来，这里已是充满革命气息的新中国了。1911年是伟大的一年，它必将载入史册，万古流芳。今天是1911年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我们将迎来崭新的一年。我相信，在1912年里，中国将有更大的变化，中国革命将获得全面的成功。孙先生，您对这次革命有什么看法？武昌首义看似偶然，实是中国革命进程之必然。武昌革命党人在10月10日这天，为全中国推翻专制统治，打响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第一枪。这一枪唤醒了这个被拿破仑称之为东方睡狮的4万万同胞。尽管刚刚醒来的狮子还有些懵懂，还有些摇晃，甚至还有些看不清方向，但是他毕竟已经醒了过来。当他发出第一声怒吼的时候，必定会震撼整个世界。这就是共和的力量，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让我们一起为这个觉醒的民族欢呼吧！中国前进了，这种前进的力量将不可阻挡。任何人或任何势力若要破坏前进，都将是螳臂挡车，必将自食其果。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这场由中国新兴资产阶级领导的从武昌首义开始发生在辛亥年的民主革命，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他自身阶级的软弱性及革命的不彻底性，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获得最后的成功，但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著地位却不容忽视。他极大地动摇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后来革命者的营养源泉，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至今激励着人们不断进取。武昌首义1年后的1912年2月12日，清朝统治者被迫下诏宣布退位，至此统治旧中国长达3000年之久的封建帝王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辛亥革命也完成了他最伟大的历史使命。武昌首义10年后的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同盟会会员李书成家里，
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式成立。武昌首义38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了东方。从此，中南重镇武汉走向了繁荣昌盛。